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杨澜对话。今天我要对话的这一位嘉宾是一位杰出的职场女性，我认识她很多年了，她一再让我惊艳啊！明明是一个文科生，她进入 IT 界叱咤风云，然后在 IT 界做得如鱼得水吧。他又华丽转身进入了时尚界，成为全球一家顶级的时尚集团的中国总裁。他是如何在不断的走出舒适区的时候做到自适的，又如何在卷的过程当中能够干得漂亮呢？我今天要对话的就是周易啊！你好，周易。你好，杨澜。啊，你好。我觉得今天你穿这衣服也特别好，又是新中式的，对，又很有力量感。是，这就是我想以这样一身衣服来传递这么一个信息吧。对，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的造型，我们的外在也是我们内心力量的一种外化和体现哈。是的，对，我首先想问你的就是为什么要转行呀？现在大家都很不确定啊，都不敢轻易跳槽啊，你怎么还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做了30年的 IT， 为什么突然进入了时尚行业？其实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哈，就是因为在 IT 行业做了差不多30年的之后呢，就是当时也在想说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应该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去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同时又有大量的自己的时间啊，去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在考虑这个的时候，突然就来了一个电话，一个朋友跟我说，康泰奈是中国需要一个 MD，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去做？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什么是康泰奈仕啊？康泰奈仕是什么呀？他说康泰奈仕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旗下的 Vogue 你应该知道吧？我说 Vogue 我知道啊。他说这个是在世界上有130年历史的一个时尚媒体集团。是的。我说那你为什么找我呢？他说我觉得你一直在做市场这个工作和传播这个工作，你应该对中国的媒体这个景观是很了解的。当然你是从一个买家的角度去理解的，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有一个通用的语言的，你不应该会觉得很难的。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难的可能是一个跨行业，因为这是从 IT 行业直接跨到一个时尚媒体的行业，还不是说做奢侈品，而是说是时尚媒体，就是说你要了解客户，了解奢侈品，了解时尚的基础上怎么去给他，还有内容的精彩，怎么去提供这个服务。但是其实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你有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其实是犹豫了很久，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行业到底长什么样。以前都是雾里看花，就觉得很光鲜、很时尚、很讲究 look 啊，就是这个很表象的东西啊，外在形象。那它里面真正是有实力吗？真正有内容吗？真正能够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去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价值？犹豫了2周，当时也跟圈内的一些朋友聊了一下，才犹豫2周，已经相当短了。其实心里头对家里头当时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尤其是我先生，他当时是觉得为什么呀？他说你还要去证明自己吗？不需要去证明了。对，那你换一个行业，可能你就又得去证明自己了。挺累的，听了都累。对他说你应该换赛道了，你应该想一些自己应该就是悠哉的这种事情。但是我呢，就是其实在跟圈内朋友了解的时候呢，其实听到了很多挑战，听到了很多其实挺糟心的事儿，然后听到了很多这个行业其实面临的巨大的这些变化的机会。这个是媒体在裂变，就杨澜你自己做媒体肯定很了解，媒体行业在经历颠覆都不是改变，就是完全是颠覆。对的。然后所以你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趟这趟水。我知道你的潜台词就是真的是有点不识时务我可没这么说。可是内心呢，就是有一个想法在说，那没有比这更坏了吧？现在可能已经是最坏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上帝在召唤我，在有这样一个使命给到我说，因为我几十年的转型的经验，我在科技圈做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这种能力，以及管理
多元团队的这种就是记录，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也许我只要每天做一点点事，用心去做，都会有让它变得更好的可能，哪怕是一点点。所以我内心在告诉我说，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对啊，去试一试。为什么不也是我的座右铭哈？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太爱折腾了，太爱折腾了。但是啊，的确就是我想说，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动荡的和不确定性的媒体生态当中，进入到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我当时来解读你的这个决定，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说因为他一直有颗文艺的心，一直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因为你大学是学文科的，对的，是吧？是的。然后对艺术也很有感受力，做了30年的 IT， 我倒是觉得好像是误入歧途，现在倒是回到了你本来感兴趣的领域了。原来你说的特别对，所以我内心其实还有一个让我自己非常有定力的一个想法，是说这是回家，是回归。30年我其实学的文科，学的这个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比较文学，咱们一个学校，在一个学校同过学，所以其实我想这30年在科技圈的历练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一个不是跟我完全专业完全不匹配的一个行业，我能够生存下来，那现在回家还有什么不能呢？对吗？这是一个回归到我最喜欢的艺术、时尚、音乐，所有的这些都是我当时一直以来想的，一直做文艺青年的这样一个梦想。那现在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居然让我实现了。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诱因，是因为我在16年的时候开始读商学院，读 DBA，我的同班同学不是2代就是 CEO 就是董事长，唯独我是一个 CMO 的角色进去的，一直感觉在2线，这次终于让我实现了可以做一把手自己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当然就是说要负责整个公司的营收，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但是我说我其实这一切的准备从16年就开始了，为什么不呢？想到过吗？这样的一个转变是把自己放在了聚光灯下哈，所以也就是说，有一句谚语叫做"耐不住热就不要进厨房"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在火上烤的一个职位，当然，虽然炙手可热，但是谁累谁知道哈。有没有想过底线是什么？如果失败了怎样？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想过就是如果我说我失败了，我这30年职场的英名毁于一旦怕不怕？要说不怕是不真实的，肯定还是会有这样一些纠结。但是呢，在经历了这么多起起伏伏之后，我在自己人生的这个节点去接受这个挑战，其实我对输赢已经不太在意了，因为输赢其实可能都是别人眼光中的输赢，我为什么要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对，就是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其实是最有其实去诱惑力的。其实去做出了这个选择，而且努力的去做，已经是一种成功。是的因为我其实想象说，我30年都在科技圈，碰到的人事儿都是跟这个行业相关的，我已经就是非常熟练了，也非常能够预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个行业可能让我感觉每一天太阳都是新的，每一天都不定出什么事儿然后遇到的人可能是让我最着迷的。我在想说，我在这段经历当中所结识到的人，什么样的人让你着迷？对不起，就是跟我原来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些富有创意的人，是不是？就是相当于长得好看的人，从长得好看的人、时髦的人，或者说从原来的清华大学转身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那种感觉，就是跟一帮原来世界里的非常自律、非常理性，非常这个就是很有这种规律的这样一些人打交道，到现在一帮就是完全天马行空，完全是以创意崛起的这样一帮年轻人一起来打交道，就很多都是你想象不到会出现什么样的让你惊喜的这样的景观。我是觉得对这一点我充满了期待。我觉得这个族群里的人一定跟我们原来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也是足够好奇。
对你足够好奇，足够好奇。另外还有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是是。现在这个网友们，特别是很多的那个女生，都在互相交流这个面经啊，就是面试的经验，是啊。那你要来谈谈你的面试的经历的啊。对，这个面经好像现在大家都谈的很多，但是如果我从这个康氏这个面试呢，实际我并没有特别把自己准备到死，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我不知道的。因为我这完全是，对啊，就是我完全是面临一个全新的行业，我再做功课也是网上去搜一遍，其实离真实的状况还是差得很远的，因为你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我想给所有的网友可能一点点小的贴士是说，在这样的面试当中，也许准备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就让这个不知道通过我的提问，去让对方感受到我的深度和广度，对，我的思考和我的逻辑，以及我的幽默啊，我的性格啊，我的这些，就是说，实际上是要从这方面去。所以我整个在康氏的这个面试当中，你问的问题比面试官问的多，是吧？对对对，我一直在问问题，其实让他们非常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们要把这金句记下来啊，就是面经第一条啊，当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好好的准备你的问题啊，甚至要那个压制面试官，提的问题比他还多。因为我想说，凭什么你老问问题啊？对吧？这是双向选择，我也得问你很多问题。其实他们最后很接受我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就想知道我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说到最后其实是360度的，就是因为对这个工作你有很多的不知道，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你从管理到人才到这个财务，到这个业务目标，到客户，到市场，其实是一个360度作为一个 CEO 必须要有的这样一些角度。所以你问出了这一套问题，也让对方更好的了解了你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是的，但是有意思的，比如说你问到了哪个问题你觉得最出乎对方意料你们觉得中国的这个业务模式的突破点应该在哪里？因为你们在过去20年当中其实已经就是经历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发展的时期，蓬勃发展。那时候谁有 Vogue 呀？中国就是这个康奈奈是把 Vogue 带进中国，就是实际上就是20年的蓬勃发展。那现在你在这个点，客户的 spending 越来越少，他的花费越来越少，各种就是看见各种的不确定的时候，你请我来，你有想过让我去领导这个团队突破重围去到哪里？你们现在有这个方向吗？是开拓什么样的新领域答案是说正在考虑。我说我有机会了我就觉得那一瞬间说你们他确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回答。其实我很喜欢这场 interview 是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确实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这说明也足够诚实。是的，就是彼此之间足够诚实，因为他也不知道非常坦诚，非常坦诚。他们也就是说，他说那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原因，需要你作为一个领路人，这个领航者，就是因为你在 IT 行业将近30年，你每年你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折腾的行业，每年都在变，对吧？因为这个技术的更新换代都一眨眼之间的，你们恨不得你们有些人都是睁着眼睡觉的，所以你已经很习惯了这样一个节奏。所以我们找了一个不是奢侈品行业的人，不是这个时尚行业的人，我们找了一个科技行业的人来立的这样一个公司，就是因为看中了你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这个时代，你可能能够带我们突破重围。而说这个话的人其实正是被称为时尚女魔头的叫Anna Wintour。 对对对，她可不太容易承认自己不知道什么，因为她给外界一直是一个非常权威甚至是略有高傲的一个形象。你在跟她这个对话的时候，你发现她身上有一些什么你过去不太了解的地方？这是我特别就是无惧无畏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其实根本都没研究她，我只是在那个电影我看过，那个电影里头塑造他，就是然后在某一些影片里头，就是一些纪录片里看到他，就对他完全不了解。那次他给我的面试时间只有30分钟，而且是 Zoom，
就是我因为当时在另外一个城市，会议系统上，他在纽约，所以就是一个会议系统。然后我对他完全不了解，就感觉就是一个冰雪女王。唯一一点我想知道说，他肯定不会说能允许我迟到啊，就是我一定要很守时。可是那一天我特别倒霉，就是因为前面一个面试。同样也是这家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其实后来是成了我老板。他跟我聊得太深入了，聊过了整个的半个小时，已经超时了。而安娜的这个面试就紧随其后，所以其实那一天我整让我们的时尚教母在网上线上等了我6分钟。我当时是觉得这是不可容忍的，这是完全我心说我可能就已经完蛋了，就是肯定就是因为我迟到了6分钟，但他可能不会。没想到那天上线之后，给了我2个惊讶。第一个，他居然没戴墨镜。对，他一直戴墨镜，一直戴墨镜，甚至跟那个英国女王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戴着墨镜。他都戴着墨镜，这是他的就是一个标识。然后我发现他的眼睛非常美我说那为什么要戴墨镜啊？我就在心里想。第二个就是非常的，就那天出乎意外的，就是很亲切。然后惯常的他那个办公室特别漂亮，布置的非常英伦的那个背景，很多时尚的大照片在他的墙上，他在任何一个角度都是要非常漂亮的，哪怕 Zoom 那么一个小小的屏幕，所以让我一下子感觉到时尚气息扑面而来，就是他那些黑白照片在后面贴着，然后这个他只给了我24分钟，就结束的时间是24分钟，肯定的。然后整个这个当中，他特别有意思。他上来就说，跟其他的面试不一样，其他的面试都会有一些背景啊，就是讲很多东西啊，就是让你去讲很多东西。他上来就说 ，Gill 你提问吧。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哇，太好了！对，一上来就所以就特别直接，所以我就发现非常干脆，非常直接，没有废话。然后也说明的确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对。哎，你问吧，因为我自己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对吧？因为中国是我们全世界第2大市场，现在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那个只有你到了那边，你肯定比我们更加清楚。然后他就你就来问我是这个整个全媒体的最大的这个老板，对吧？对于内容，对于中国应该做什么样的内容，去对我们的受众，对我们的读者，产生惊喜和惊奇，对吧？所以你将来要管这一摊，这是我们的产品啊，所以我是首席产品官，你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节奏，这样的这个就是这种干练，让我是没想到的。我以为一个时尚教母可能会云里雾里，可能会给你讲很多很高不可及的话。对，所以但是其实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不同的职业和职位上的人是有很多刻板印象的。是的，我们觉得其实他能够做到今天，如果他不是一个非常务实和高效的人，他是不可能做这么长时间。非常。对。后来他去年也来中国访问，这是我上任以后的第1次访问。我们能够充分感觉到他能够成为今天的他，没废话，太律己了没有一句废话，每到我办公室说，我怎么帮你你需要哪些帮助就是他一般的会就15分钟从来都是15分钟，根本我们现在就是站着开会，都值得我们学习。他坐着也是15分钟就结束所以这当中其实我还有一个感触是，这1-2年当中跟他之间的这个互动，他可能是美国总部回我速度最快的一个人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人但是他是秒回，永远在线速度最快，而且没有废话就是全部用关键字，就是夸夸夸，就是冰冰冰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现在就是能明白为什么他会成为他今天都不是偶然的。那我们把这个时钟倒转，再回到你最初进入 IT 界的面试吧。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不知道什么？确实是不知道什么的。然后我的第一个 IT 公司其实就是摩托罗拉嘛。那摩托罗拉当时是在招一个公关的一个公关人，还都不是什么经理，就是一个公关人。因为摩托罗拉那个时候在中国生意特别好然后
那个时候可能意识到还是要做品牌，要往前迈一步，所以呢，他们在招公关人，也是我当时服务的一家公关公司的一个同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信息，结果我就去了。面试我的是一个新加坡人，姓薛，胖胖的，然后他是首席代表。他其实在跟我面试的时候，知道我是学文学的，跟我聊了2个小时的家春秋。巴金的家春秋一直在 test 我，就是我是不是到底学文学的特别逗。结果这个面试就是我当时就很惊，我说你不是让我来面试公关这个职位吗？对，而且要到移动通信行业，移动通信行业，而且你们生意做得特别好，就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招我这个人？你到底我的稀缺的能力是什么？对你来说，整个都没聊，2个多小时都在聊这些，然后呢？挺开心，后来就走了。那时候在国贸，感觉聊天去了。2个星期没有音讯，但他当时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个他的电话，所以我就有点发毛了。我说会不会那天就是失败了？然后因为一点没聊摩托罗拉到底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那个 JD 到底是什么，什么都没有。结果我给他打过去以后，啪就接起来了。周小姐我是薛炳煌，他叫薛炳煌 PHC， 他说。我们那天聊得很开心啊，我们是打算要你的然后我说那为什么都没有？他说哎呀，我最近有点忙。他说你明天就来吧，就是很那种很随意对，你明天先来吧。我说我说我来干嘛？他说明天我在天津开发区有一个活动，你给我当翻译吧，我英语不太好，你给我翻译。然后那个时候等于还没有正式被雇进去，但实际上有一点要验我一下我的能力是什么。然后我也糊里糊涂，第2天也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因为我发现摩托罗拉好像也没有特别的 dress code， 就没所谓，穿了个大毛衣，就跟他冬天就到了那个北京饭店，那天有一个活动，然后他在那儿当着开发区，因为摩托罗拉那时候在开发区有很多的工厂，做手机呀、集群系统啊，就是在天津很有分量开发区。然后等于到新年了嘛，快到新年了，他又有一个演讲，然后他就特别逗，就当着这些开发区的领导，就说我今天请我们马上要入职的一位做公关的同事来给我做翻译这已经对外公布了，就是连 offer 都没签，就是这样，就特别有。你说我还没同意呢然后我说我就整个这个状态都是懵的，就说行，然后他就讲，然后我就开始给他翻，翻完之后那一天还特逗，快过年了嘛，他们但是翻的时候可以有好多技术术语可是这个备了吗？我其实没有做准备，然后因为得益于我在之前有一个工作在公关公司做过中法公关的，我当时有一个客户是诺基亚。对，我当时就是我特别感应这一段，因为我那时候的客户有奢侈品的，也有诺基亚的，就诺基亚那个时候在中国特别安静，刚刚进来，其实后来就开始虎视眈眈了，就跟摩托罗拉就开始竞争了。然后我呢，那个时候负责他每个月的 newsletter， 也负责他很多就是对外宣传的东西去，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无线通信这个领域有一些最重要的一些词儿，一些term，就我还是有的，也是知道的。所以他那天在那儿，所以这第2点就是要做好准备，还是要有一点的，对，永远都是 be prepared， 对的，做好准备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从handle 过一个相当于就是诺基亚这样一个客户到摩托罗拉好像也不完全违和，就是因为对于无线通信领域其实有基本的入门级的知识是有的，所以那天呢他考验我呢也还算没太失败那天那个再加上这个首席代表呢特别喜欢讲这些哲学就是他就是有点不太愿意不太愿意有一个研究员的身份去，他是首席代表就是在讲这些东西，所以呢那天还顺利，而且那天还特别有意思，那天他们过年了嘛，还弄个抽奖我居然抽到了一部山地车居然抽到了一部山地车，我说哎呦，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就是说我跟这个公司绝对有缘后来回家跟我先生说，肯定这个公司就是你肯定得去这个公司。他说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什么，那个时候都还没买得起车呢，对，山地车多贵啊！你想就弄回家了，就可高兴了。第2天就通知我去上班了上班我连个工位都没有，当时就在他那办公室按了一张小圆桌
好多人路过以为说，哟，薛先生，你招了一秘书，你不有秘书了吧？你怎么又招一秘书？又以为我是他秘书。我其实都根本无所谓。我心说，如果能跟着他，很快的去熟悉他的思考、他的想法，其实对我来说是个福祉。所以你就从一张临时办公桌开始了，你进入 IT 界的这个工作了。对，摩托罗拉中国的公关第一人就开始做起，做了8年整整做了8年。所以你看啊，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在想，哎呀，真是这周易还真是挺有传奇性的，是吧？一个文科生进入到 IT 行业，然后摩托罗拉、IBM 是吧？这都是 IT 界顶尖的大公司，要适应这种非常高强度的竞争工作节奏。然后包括要面对各种外部和内部的一些这种挑战，还要对技术要不断的去学习。是的，所以你回想这30年，对你个人的能力提升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抗压能力吗？是学习能力吗？还是跟别人合作的能力等等？我觉得这几个都特别重要，抗压、学习、不断精进。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要变化管理。这怎么讲？就是因为 IT 行业的特性就是变化，或者用俗话来说就是折腾，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不变要死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自己从摩托罗拉到后来的 IBM， 就是当时被称为 IT 的宇宙级的公司，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恨不得天天都在变。这个变其实是产品会变，对吧？就是因为整个世界整个各个行业都会用到 IT 技术，这个需求在往上走的时候，大数据在不断的往上涌现的时候，你作为一个 IT 的引领者，是能够去告诉整个这个所有的行业说，未来10年科技能够帮你们解决什么样的大问题。关键是这些企业本身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确实你知道吗？就是尽管常常是有一个技术的这种革命性的爆发，对然后这些巨头是最先倒下的，没错，因为他们转身太难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时代抛弃你的时候根本不跟你商量，没错，所以这种危机感可能是很强的。对，这个危机感特别强。所以像 IBM 这样的公司每年砸60亿美金在研发上，让我们这些做一线做销售的人心里都特别不忿我们挣一个单子回来多难，让你们就这么花完了。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这种严重的危机感。然后我还能不能引领，我还能不能给客户最佳的解决方案，最及时的解决方案，我还能不能在这个行业混下去。确实你100年你可能分分钟倒塌，对吧？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我刚才谈到的变化管理是非常切肤的，这种切肤之痛的。因为当产品要转型的时候，它整体的这个结构的调整就很快就来了。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营销战略，需要什么样的考核系统，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费用的这个整个运营费用的锐减，就所有东西都会全部会跟上来。对，然后结构甚至于一个大区可能就没了，或者一个部门就裁掉了，他会把 A 部门裁掉，去把这些人去支持 B 部门，而这个部门原来留下来的所有的这些 legacy 怎么去解决？所以我每天其实我现在应该跟我对我自己这30年的经验里头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对这所谓的变化我是有免疫力的。就是因为我这30年每天应该都生活在这种变化当中，然后当时我作为小兵儿的时候，我可能是感觉说我明天不在这个部门上班了，后天可能到那个，不是这种感觉。到后来我做了管理者之后，我每天都在想说，我这些人该怎么办？我1年结构调2次，我怎么调？所谓优化，优化是说你这一个企业要发展下去，一定是这个成本控制，对吧？成本控制，成本优化。那么可是我们动态的，然后可是我们面对的人是鲜活的人，还有他们背后的家庭。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到最后，我其实甚至是有点麻木了。我是觉得说，如果不变化，这公司可能都已经出问题了。怎么现在这么安静呢？可能就得要折腾，就得要变化。所以我想在这个当中，其实对我最大的一个历练就是如何坦然的、平静的、理性的去面对
每天都可能来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然后就是心理上有这种准备，对，非常不会说一下慌乱了，或者一下就怎么说崩溃了，对啊，就这个就是一定韧性，就韧性和定力，韧性，要有定力。那第二个，其实你光面对变化没有用啊，你怎么去驾驭变化，对吧？因为其实在这个变化的时候，很多时候人是会就会去考验自己的你的这个，我用一个英文词在这里，true colors，right，就是你到底是谁，你的本色，实力你的实力和本色，你的内核。那么实际上对每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考验是特别大的，就是说在这个变化之后的这样一个世界里头，或者说对你的这个技能，对你的领导力，对你的专业，对你的情商智商都一个大换洗的时候，你能不能迅速调整过来，重新给到这个新的世界你的价值，然后而且是稀缺的，而且是唯你独有的，这个其实是特别难，因为实际上一个大企业就是一个帝国。我可以在这个公司里头做了这么久，做了21年在 IBM， 我换了10个工作，在这21年都换了，每2年几乎就每2年换一个工作。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一个适应变化的，就是你要就是适应变化，然后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抗拒，你不可能去主宰，就是这个变化不要来，你不是这个神仙，对吗？对。那么大部分我们的职业经理人或者说我们的打工族都会说，来了之后怎么时刻准备好去迎接它。那我是觉得这一块其实对我心智的考验是特别有帮助的。我甚至想说一句，对身体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够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想跟上这种变化，但有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不一定能够跟得上的。是的。你有没有过就是自己觉得失衡了的时候？有。当总部告诉我说又要开始调整结构了，又要开始优化，喜欢用这个优化这个词，开始要做人力资源优化了，我会失眠，我会一整星期就是睡不好，因为其实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在职场里，有些人说永远不要做这个管人的工作嘛，就是你在管业务的同时又得管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当这一票人在你这个团队，尤其是很多元老跟了你这么多年之后，你发现就是你要去面对他们，去谈这个很难开口的东西，对，要谈说这个你再准备好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词儿，写得再好。当你坐下来面对他，眼睛对眼睛的时候，你还是有太多的不舍，还是有太多就是你作为心理上就是你过不去的东西，巨大的压力，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实际上就是应该说在那一段对自己身体是极大的一个考验，就是说你能不能很快从这种失眠状态中走出来，因为你失眠也没用。你想半天也没用，你想了200个预案也没用，这就是一个事实，你要去面对的。因为可能在整个的商业管理当中，就会有出现这种非常难的决策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怎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知道，就是这个决定可能是对公司和他本人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决定，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没有选择，就是有一个非常坦诚的态度说，我很遗憾，但是我可能还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一个人这么多年可能多了很多白发多了很多皱纹，其实是不是说对人的身形是没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回过头来，我现在想这些事情时候，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任何的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事情。我是觉得其实要运营一个 business 一个生意，要让一个企业往前走，可能这种时刻是必须要有的，是有很多艰难的选择，对，都是要这种选择是一定要做的，而且可能就是你就是一个去传递这个信息的人，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信息在那一刻以非常人性化的这个方式去把它传递好？你觉得领导力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有一种领导力叫女性领导力吗？当我们在说女性领导力的时候，是否意味着还有一个男性领导力？我自己认为
领导力不分男性女性，去定义一个性别在领导力这一块，我觉得是有点幼稚，当然就是说男领导和女领导之间是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些生理的差异，对吧？女性更加细腻啊，更加人性化呀，更加柔软啊，男性可能更加果敢啊，我觉得这都是因为这个性别所决定的。但就从领导力本身来说，都需要格局，需要有远见，需要做一些非常难的决定，需要担当，有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冲动，和莽撞，因为这种所谓的莽撞冲动，我认为是在决策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些本能的一些能力，就是很多东西是本能，很多东西是直觉，我觉得恰恰在这一块，可能女性的直觉比男性更加的敏锐，所以不要害怕冲动，很多时候冲动那一刻，往往是你要进行一场非常大的波澜壮阔的这个变革之前，特别要有的一些感觉。其实是有一些小的决定是靠理性就可以了，一些大的决定是要有这种本能的直觉的。对的，你做过性格测试吗？你是个 I 人还是个 E 人呢？你做过吗？很有意思，测出来还说是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你是个 I 人对，你看你觉得我是 E 人还是 I 人呢？我觉得你很像 E 人啊。我是个 I 人，你看，我是一个76%的 I 人，然后我的逻辑和直觉都很强。OK，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人，但是我做决定的时候我很果断，就是做直觉的。是因为我某种意义上我猜也许你也是这样的，就是也要理性也可以很有逻辑，但是要做决定也不拖泥带水。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做过一个关于领导力的研究，就发现真正优秀的男性领导者的身上一定有某种所谓的女性特质。对，比如说他也是善解人意的，他也是有情商的，他也能够体会到客户的人文需求的，是的，人性的这种需求的。对，那么一个好的女性领导者呢，她也必须有杀伐果断，当然和决策，甚至得罪人说不的时候，她必须要有，不然她无法带领团队在这个市场当中生存。所以呢，这些学者呢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雅典娜原则。就是雅典娜在希腊神话当中既是一位智慧女神，也是一位战神，但是她又送出了橄榄枝作为和平的礼物。所以你看，他是一个有和平的精神，但是有战斗的能力，没错，同时有智慧的人。他们就用雅典娜呢来汇聚了男性和女性所谓领导特质当中最好的那个部分。没错，所以我很认同你的，所以我很认同你的观念，就是说好的领导并不分男女的性别。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女性领导力，是因为在过去的职场和社会当中，女性在领导或者管理层的比例是严重偏弱的、偏少的，所以我们强调更多的女性能够登上管理或者领导的岗位，这是我们被称它为女性领导力，而不是说所有的女性领导力都是就是怎么善解人意，你知道吗？你这点我特别有认同。其实有很多企业在过往的这个5年10年当中，就是把在领导岗位或者说管理岗位有多少女性的比例变成是一个他们非常重要的 KPI。就是有的时候它非自然的操作，对，就要这样去做。对啊，上市公司必须要有多少的比科技行业、金融以上。对啊，因为你就不能够完成所谓的那个 ESG 的社会责任的目标。是的，但是呢，我自己的观察呢，就是即便你这样做了，还有很多所谓的女性管理者在乘上这辆列车的时候，走完全程的人并不是很多。有些人会中途下车，甚至于有些人就直接就倒下。那么你如果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就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就是所谓女性管理者如何做好一个常青树就是在这个列车当中能够走完全程，能够坚持到底，而不被中途出现的各种干扰因素所干扰，然后去做一个完全可能错误的决定。因为我其实也有些闺蜜，也有些女性的朋友，看是势头很好，上了车，然后已经到了可能
非常好的一个职场的一个节点上了，但突然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是跟上司相处的问题，有可能是家里的问题，有可能是其他各种就是竞品在呼唤他或怎么样，就是突然间他就下车了，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如果能再走下去，所以我在想说，一个毅力哈，就是格局和毅力，就是你能够上这辆车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要看到最后的终点会是什么。你在设计你的职场道路的时候，你其实说下一站什么，下一站什么，你一定要对自己前面这个最后的终点要看得很清晰，然后你要对自己一路可能会遇到的很多困难要有充分的预估，而不是说突然间说，哎呀，我觉得太累了，我对自己好点吧。或者我本来也不需要做那么优秀，我干嘛要做那么，我干嘛我换个赛道吧，我认怂了怎么样的？我对自己就实际上就是说，有分分钟都有任何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找到一个借口。对，其实这个里边我也做过，这些年，因为我们天下女人研习社一直关注女性的成长，和领导力，所以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和一些思考。这个里边有2个因素，一个呢就是女性她有一种仿冒者综合征哈，就是她虽然被放到了一个重要的管理岗位，但是她就觉得，哎呀，我真的足够好吗？他们是不是只是为了一个名额或者一个比例把我硬塞进来的？所以我是不足够的，我的实力大概不行吧？他们只是因为性别照顾我吧？就是这种不自信在很多的女性管理者身上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外围的长期的双重标准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压力。是的，你比如说一个男性的领导者，如果杀伐果断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同时呢也不怕得罪人啊，就是按照正确的方向去走，人们就会说，哇，好棒啊，这个好有领导力的一位这个上司啊，我愿意跟随他去这个拼搏哈。但是如果一位女性的领导力做出的是完全一样的业务决定，旁边的人的评价就会说，哎呀，一个女人那么强势干嘛啊？走过的路都不长草啊，就一点都没有女人味儿啊。所以这种双重标准，即使没有当着你的面说，它也是一种舆论和氛围的压力。其实很多女性在管理岗位的时候，她是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对。她最后就说，我何苦呢？我的确可以退后一步啊，我的确可以让大家更喜欢我。对，所以这也是他们就是临阵放弃的一个原因。是的，所以我想其实这个是普遍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分析非常的入理，就是有很多女性是不能够脱离世俗对他们的看法，她还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她，很在意要被别人喜欢。但是还有一点，就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那我可能分享一点我自己小小的经历，就是我也面临过这样一个抉择，就是2018年的时候，突然间公司调整结构要让我既做这个 CMO， 又做2条业务线的总经理。一个是工商企业部，叫中小企业，就面对面对客户的，就其实因为 IBM 原来有很多大客户群，但是人家大客户群不要的这些剩下的这些，就变成了一个叫工商企业部。那其实就是归到我这儿，让我去做总经理，同时要让我重新成立一个叫数字销售中心。就是以前的所谓的电话销售，现在变成叫数字销售，就网上。那我当时说，我跟你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形，我说为什么是我呀？by the way， 就一份工资啊，就一份工资，3个工作，就原来这是3个总经理的工作，就直接就压过来了。那后来我说，这我能行吗？就我一直还是在做这个市场这一块嘛，就是我并不是真正去看那个所谓 P&L 哈，就是营收这个利润这些东西，我并没有做过这个。然后一个是面对面销售，解决大量的这些大客户没有的这些中小客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都有啊。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线上销售这一块，因为有很多客户他不需要见面，可以在线上完成，买你的软件，买你的服务为保这些。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我来说完全新的，所以
这3个刚压过来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就是我能行吗？我怎么做呢？从哪开始啊？然后我并没有做过销售啊，这个销售至今根本都不懂啊。然后到后来我就在想说，哎，那他们给我这个工作肯定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你的市场做运营不就是一个 funnel 嘛，就我们讲的这个大喇叭型，就做市场就从你的点击率开始，到最后客户能够一点点给你产生你的商机。那市场部做完这些事情以后沉淀下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些中小企业能够跟你很快能够跟你产生互动的。因为你的市场的活动做完之后，他会说，哎，我想来了解这个，我想来了解这个。大客户反倒不会，大客户都是一些销售在跟他们搞。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数字化销售，其实也是啊，你在这个活动做完之后，他立刻可以进到你的网页去看说这个产品你有没有客户的以前的这些成功案例，我能不能马上就可以下单去买。所以他是有他这个公司来这样布局是有他的道理。所以其实就是说，当你遇到一种变化的角色和任务的时候，你要试图去找到它底层的逻辑是什么，这样才能知道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是的啊，它并不是突然给你了3顶帽子让你做了这3个部门，而是它的内在逻辑。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内在逻辑，你也很难做好这个工作。先把逻辑捋清楚之后呢，我就想呢，就是说先得上桌，然后再拿稳筷子。对吧？你先得做上去，这个就是我上次在天女论坛上谈到的，就是 risk taking，就是要第一个啊，就是还是要敢于去冒一下险，有点冲动说怎么我就不行了呢？我可能就行啊，我底层逻辑都已经通的呀，对吧？公司决策也不是傻的呀，他让你来做，一定是觉得你有这个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啊，所以先做上去。然后再考虑这个过程怎么去把筷子拿稳。第二个就是说，哎，那很重要一点，你得第二个啊，就是 reach out， 就是你要够出去，因为你不是孤独的，肯定有人做过这事儿。对。然后我很快就找我们当时这个数字化销售中心在都柏林有一个中心，已经运营了很多年，有一个丹麦人在运营。我几年前出差的时候跟他认识，我立刻就把他请过来，请到我们公司说，哎，你手把手教我，你那个中心怎么做的？整体的运营模式、人才、客户、产品的选择，我就给他按在，反正1个礼拜请他去吃一次大董就行了，他就很高兴。然后就一直教我2个星期，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把我教会。第3个就是说，哎，那我就是敢于求助，对，敢于求助。第3个就是要每日3省。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 reality check，就是你还是要去忠言逆耳，在你特充满热情、充满激情说我要拿稳筷子啦，我差不多了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在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是的，或者说你可能马上就要面临很大的危机。这个时候那些在你面前说难听话的人，你得把他当成宝。因为他如果不关心你不管你，他根本不说，他不得罪你，就那些哎你得注意这个了，你得注意那个了，哎这个话得每天自己坐那儿想一想，哎说的有道理，提醒我。这一切都做完了之后是最后一个啊，就是 regeneration，就是你还是要自己放松下来，让自己要有一个玩家的心态，有一种满血复活的能力。满血复活，对对对。那你找到满血复活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儿给我们分享一下。满血复活，我觉得一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特别多的受挫，得有个人去说去啊。然后呢，得找人倾诉，找谁呀？或者说倒垃圾啊，我觉得绝对不能找家人。因为家人不能找家人，不能，因为他疼你，他比你还气，你绝对不能去找他。到最后你们俩在那打嘴仗了，他会觉得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绝对不能找家人。那找谁啊？找我的健身教练。八竿子打不着然后我在运动，我跟他吐槽，他就对呀，你说太对了姐，你就该这样。哎，我觉得特管用，特管用。发型师你让去做头发的时候，就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但是又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甜蜜的这些支持你的人你就跟他也不懂你在说什么对吧？可是你就反正你说完了，他说姐你说太对了，就得这样。傻呀，但是呢1小时下来你发现太解压了，就回头就心里头就一下就说有什么呀，
到最后就是所以我发现健身教练和发型师最主要的工作是心理学、心理疏导、心理疏导。你发现现在很多健身教练其实都学过心理学啊，就顺着你说，还真是，哎，特别开心。但是明明知道的是顺着你说，你也可以去释放一下压力，对啊，的确很好，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的啊。然后呢，姐妹们能够学一下，姐妹们能够学，千万不要找老公或者男朋友去吐槽，不能，就不要去负面情绪倒给家里的人。是的，然后他因为心疼你，他会更加的受伤。对，然后反而他就会说别做了，别做了，这样的人还做什么呀？你干嘛要做？赶紧回家。其实到最后，杨洋，我是觉得职场就相当于一个大游乐场，要有一个玩家的心态，要有这种玩家心态的时候，你会把一个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的难点，一个一个经历的所有的这些不堪，变成你人生就是大舞台里的一个一个插曲。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有玩家心态的时候，你心是松的，你不要那么就觉得不要那么紧张，不要那么紧张，不要那么紧，对，就是其实到最后都会有结案。都会有解案，就是相信自己的智慧，也相信你周围人的智慧，到最后都能够解决。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如果去玩，你反倒更加的能够把你的风采能够展现出来，就是更加的能够自主的去表现自己。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向上管理？就是你到了一个企业，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不仅有自己的同级别的大家的这个同事，然后也有自己的团队，是吧？对。那这个时候如何跟上级相处？你有些什么样的准则？我觉得这问题太棒了向上管理是大家现在都挺挠头的一个事儿首先，我觉得领导都特别好为人师领导都是suppose 比你聪明嘛，就是说你才会当你的领导嘛。所以我觉得在就是处理上级关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试图把你放到他的鞋子里头去思考问题，换位思考。也就是说，要特别注意倾听。领导在说什么的时候，你一定要听明白。然后在倾听之后，其实你是要让给领导就提供更好的建议，更好的思考，而不是给他添堵，对吧？所以领导分两种吧，有一些领导是他只喜欢听话的，对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特别聪明，他是上帝，什么都知道，你只要就听话去执行就可以了，执行的不折不扣。还有些领导是把你当成一个回声板，他在给你讨论问题，对。然后其实领导最讨厌的就是说，在这些场合、这些时刻，你什么话也不说，对，你没有任何贡献，对，也就从某种意义说，你根本不在乎，就是你对他的一个，所以这里头这个度的拿捏，一方面领导好为人师，领导要演讲，领导要 make a 小 speech，想要让你得听着听完，但你是一个活跃的状态，你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倾听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其实在尊重他了之后，你怎么能够提出你的建议，提出你的看法，能够有所贡献，然后你要跟他要交互，这个是领导其实哪怕最后他并没有采纳你意见，但在他的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跟你一起回声板来回回声之后，他也会最后会感激你，因为最后这个 idea 他最后出了之后，是因为你让他焕发了这个想法，产生了这个想法。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块我自己多年的经验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不要给领导添堵。添堵的意思是？添堵的就是说他的意见吗？不是是你老是把问题提给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提给他，然后你没有解案。或者没有选择题给他，对，你就告诉他说，哎，这什么什么出事儿了，这什么什么塌方了，这什么什么人辞职了，就是你就是一个报告坏消息的人，但是就是说，那领导接下来就问你说，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是领导我就告诉你对吧？就我怎么知道就这种，或者有的时候把领导当倾诉对象就是一大堆负面情绪倾诉给领导，这个是不是一个职场大忌啊？我觉得是，而且就是说，跟领导不要去陈述过程，
除非有必要的时候，因为这个过程如果是糟心的一个过程，你最好直接到结尾，就是说有一个开头，有一个剧目前有一个最后剧终，对，你中间这些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不需要让他知道，因为领导的时间非常宝贵，而且会让领导不断的情绪受你的左右，对，到最后哪怕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他也都觉得你特别糟心，对。你告诉他这么多干嘛？对，有些领导他说你就告我结局吧，结局是什么？对，你要让我决策什么？是的啊，你能不能够提出几个选择题？是的，而不是一番吐槽。对的啊，对，所以所以你刚才说的这，我觉得挺好。倾诉第一呢，就是不要找家人倾诉啊，让家庭的氛围不要受到工作的影响。绝对不要找领导倾诉，是吧？你把领导当成你知心朋友，想错了，你想多了，你想多了，这都想多了。领导不会是这样的，因为职场都是有角色的。对，好，这个特别好啊！天下女人国际论坛从2014年创办到今年，已经进入了第11年。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会举办第10届天下女人国际论坛的一个庆典，而且这次呢，我们选择在爱达魔都号啊，在这样一个邮轮之上啊，是女性的创业者和管理者啊，大家的一次盛大的聚会。我觉得在这里既是一种这种相互的分享和肯定啊，也是获取更多的智慧和经验，能够让未来的路走得更好。太好了。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包括女性和女性之间，它是一种相互激发、相互启迪啊，同时又是相互给予情感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社区，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是，你也曾经担任过天下女人国际论坛的发言嘉宾。如果今年你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庆典之上，你最想跟姐妹们分享什么？首先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场合，大家都会非常的放松和放下，对，没错，就会说出很多自己可能平时难以启齿的一些话，没错，交心的话。我自己觉得如果有这么一个场合，我还是会跟所有的姐妹们说，要勇敢的向前一步，要 lean in， 真的是要向前一步，因为不要胆小，不要怕犯错。如果就光怕犯错，这个本身就是错。因为这生命的长河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犯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会让你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勇敢。所以我觉得任何机会都不要轻易放过，因为当这些机会来的时候，就说明它就该是你的。你就要把它拿起来，然后在可能还没有想清楚之前，先拿起来，不要担心，一定会有方法所以你的说法就是叫什么？先上桌，再拿稳筷子，再拿稳筷子。对。这个，我觉得先上桌拿稳筷子这个事儿，就是先上桌呀，你得在桌上有一席呀，对吧？你得进入这个游戏场。就像你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内心放松一点，觉得哎呀，这就是一次冒险，这是一次无限的游戏，对吧？是的。你进入的时候，你的心态会不太一样，而不是说，哎呀，别人会怎么看我？我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其实这些东西往往让我们紧张、胆怯。是的。但是如果你有一种去玩一把的这个心态，对了就会释放出你的创造力，就是一种玩家心态。我觉得女生要学点男生的这种气概啊，他们就是很多人是一种玩家心态，那他们能玩，我们为什么不能玩呢？你这种玩家心态上去的时候，你足够有勇气，也足够放松，也足够能够找到自己，就是因为你放松之后，你就是你自己了。所以我是特别想跟我们的姐妹们说，你们一样优秀，甚至你们比他们更优秀。为什么不？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对的，因为我们这次叫女性领航者大会哈，所以来参加的这些女性呢，往往也都是创业者，或者是一个机构、一个企业的一把手，或者是主要的管理人员哈。女性在实现自己的管理能力或者是领导力的提升方面，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不是只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鼓励更多的女性能够
有一点勇气去尝试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哈。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处于管理位置，特别是现在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技术的环境都变化非常剧烈的时候，你对这些领航者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最近出的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大女生。我觉得真是要做一个大女生。这个大字其实里面的含义非常丰富。大的心胸，大的格局。是 big girl， 对 big girl，就是 be a big girl， 就是 big 的概念就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这种胸怀，对吧？这样一种格局。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作为一个大女生大女主也要关照女生，关照我们的同性。对，我现在看到有一些现象让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女生和女生之间，就你刚才讲的这种惺惺相惜，这种互相扶持，而不是嫉妒，不是去希望别人不好。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现在进入的这个圈子，有的时候我也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现象。我觉得女生更应该拉女生一把。对。在职场大家非常不容易，因为女生要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家庭角色，有的时候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就因为她们才有时候就产生胆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做大女生的一个概念，很有一个概念，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想，大胆做自己，大胆做自己。你就觉得认定的事情，你往前，你也就这一人生，你就走一遭。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别人在想什么呢？对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做好这个自己之后，怎么去扶植更多正在职场上挣扎的，有很多犹豫不决的，或者有很多困惑的女生，带着他们一起，拉着他们一起往前走。哪怕只是情感和心理上的一种支持和鼓励，就不一样，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对的，非常对，你说的非常好。最近看到也在开自己的社交账号了，现在创始人和这个管理者们纷纷都做起了网红哈，当然也有翻车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自我定位？我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开始哈，我其实看到有很多很成功的，原来你自己就很成功，在社交媒体上，我也是一直在挣扎。我觉得我有点生涩在玩这个，在这个上面，尤其是我现在转了行业以后，但是我坚持一点就是。我还是在这些社交账号和小红书上露出的我是真实的我。我不需要戴面具，也不需要说，因为我换了行业，我现在成这样了，我不是，我还是我周易还是周易，所以比方说，我还是会认真的去笔耕每一篇的这个发布的文章，我还是会去在任何一个场合去点评一些现象的时候，有我自己独立的，不在意别人怎么想的一个观点，我也在最后收获多少粉丝并不重要，但只要是收获的，一定真心是爱我的，那我就愿意带着他们一起往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所以还是要展示你的本色，哎，对，就是我和本色，对，因为要不然我干这事是长久的，因为你现在所处的行业是非常多包装的，是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的包装啊，个人的这个人设也有很多的包装，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展现真我和本色，我觉得反而是会让人眼前一亮。杨澜，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自己的小小的一个心愿是能够真我和本色能够去改变一些事情，能够让不说这个行业吧，至少我这个公司能够带进一丝清风，说其实你在这样一个需要特别包装的这个行业，也可以放下面具，做一个本我的自然的人，而且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大家更看重的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华，而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你的待人之道。所以我想这些就是用这些行动去影响吧。挺好的。那咱们最后来谈一谈生活和人生方面的一些智慧和经历了啊。像你这样一个很愿意接受一些冒险和挑战去尝试不那么害怕失败的人，你在这个大学毕业那前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是带有一点叛逆精神的女生吗？对于现在这个一年有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到社会，而且又是在一个
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你对他们有些什么建议？我当初毕业，因为我本科读的是军校嘛，就是总参外国语学院，所以我本身选择这个就是作为我的大学4年的经历，也是稍微有点离经叛道啊，因为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江南人，父母其实都不太愿意我走那么远，然后去读这么一个书，穿着军装，所以当时我的考虑就是我想去看世界，哪怕走出江南这个小镇，能够走到北方，这就算完成了第一步对啊！中国这么大，然后将来还是希望从那儿走到整个世界上去看世界。所以就是当然父母也尊重了我。那么毕业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选择的，对吧？你可以在军队机关做事情，也可以留在学校当老师。到最后，其实我又一次离经叛道，说我想下海。我觉得我好像更希望在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主导的一个环境下去游泳，去学会自己的泳姿，然后去呈现自己该有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如果对于现在的大学生啊，倒回过来现在来看，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想要告诉他们的，让他自己的幻想幻灭的越早越好。也就是说，你从上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应该考虑一只脚怎么跨在真实里头，不要让真实的职场，因为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哪怕高中，现在有些父母很离谱啊，高中就让孩子就能够到一个地方去开始有社会的这种碰撞的经验，因为他会在这个实习经验当中让自己的幻想碰得头破血流，让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会碰得头破血流，同时他的知识底蕴在这个实习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化学的变化。他说我学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岗位是这样的，是要的是这些东西，对，我可能要去学另外一些东西。确实，而且还有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现在很多孩子都是妈宝啊，都是被保护的特别好的，一下给他扔到这个红海里头，就天天面对很多的不测，很多的这些不堪，他会这个成熟的速度都是你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公司就有类似于这样的，在大学1年级就开始进了 GQ 实验室，就开始跟我们的主编一起去想这个公众号该怎么玩怎么做，到后来毕业无缝连接，就是他进来的可能就这4年他完全没有浪费，他进来就直接可以瞄着副总编，就位置就可以去了，因为现在孩子又特别聪明，学习速度特别快，然后他在过程当中又跟很多商业的这些支理能够发生交织，他知道怎么样控制预算，对的，怎么样去全学了，怎么样去应对客户的不同要求啊，怎么样又能体现自己的艺术的追求，对的，然后把他原来想象的很多东西打得破碎，然后他会觉得说，哦，原来现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但这是否意味着变成一个没有棱角，然后放弃自己梦想，每天混日子的人呢？不会。绝对不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越战越勇。就是这个他其实这些小孩天赋和素质都非常好，只是他没有经历过。所以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不少孩子去越战越勇，变成打不死的小强。当然，杨澜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有，有一些可能越来越觉得说，哇，真的太难了，哇，这个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那有可能有选择退出的，也有。但是我自己也有一些可能自认为有一点小聪明，然后变成了一个油头滑脑，有很多套路来偷奸耍滑的，其实也不见得这是一个，就是这不是真的便宜啊。对我想说这个并不是真的占到便宜。他变成这样也未必就是因为他太多的实习经验，太多提前进入职场的经验变成这个样子，也不是。对，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引路人特别重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第2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师傅一定要找好。因为孩子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当中，尤其职场价值观慢慢在形成过程当中，第一个带他的师傅特别重要。对我在我的公司，因为我的公司都是很多00后，他的师哥师姐，我们有一个师哥师姐计划，就是他进来这一段时间，尤其前6个月，谁带的他，谁教的他，谁跟他手把手天天在一起熬夜，在面对很多不测的
这个人直接影响到他未来，他整个形成长成什么样，就直接影响他。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成功的孩子、懂事儿的孩子、努力特别能干的孩子，就是往往头6个月他带的这个师哥师姐啊，很棒，很棒。很棒，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也要做好这种人才的梯队，对的，然后要特别关注这样的刚刚入行的这些年轻人，没错，给他们一个尽快上正道的一种帮助，是的，塑形。特别好啊！最后一个问题，家庭呢？这个时候，当一个人把这个一天10几个小时都贡献给工作，甚至可能晚上还要回跨地区的一些同事的邮件的时候，怎么样去管理家人对你的期待？我不用去讲一个太空泛的道理，怎么样管理家人对你的需要和期待？我自己觉得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女人，你是把你的角色扮演好了就是你职场有职场的角色，家庭有家庭的角色，社会有社会的角色。你所有这些角色，其实作为女人，我觉得很幸福，就是你可以扮演各种这样的角色，你是不是都扮演了？就是而且这个场景太累了，那很多人说太累了，不行，我就不是女超人。那就是有一点。场景切换，角色什么叫场景切换？场景切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你在职场你是总裁，你是呼风唤雨的老大，你坐上车在回家的路上，你可能就开始要进入家庭角色，这个不需要说要怎么准备干嘛，就是一个非常自然，就是你进家门，你就是妻子，你就是母亲你就是女儿，就是一定不能把职场的那种气势这种带回家，因为他们都很烦。他们很烦，他很烦看到你这个样子，很烦你女老板的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个家庭是需要经营嘛，这个经营进家门之前先深呼吸，然后说把女老板的这个赶紧丢掉，赶紧丢掉一边。对，一进门说老公我回来了，我马上来做饭。哎呦，那他为什么不能一块儿做饭？他说我帮你洗菜因为你有这态度我自己觉得这个方法是屡试不爽的，就是角色切换很快的切换，就有点意识，因为有些人是没有意识，就是带着这个情绪，对下属的态度带到跟老公和孩子身上，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角色切换是要特别注意，然后就是做一个在家里要做一个淡人，淡人的概念就是所有东西淡一点，就是坦然一点，不要那么就是不要 hold 在自己手里这样。相信家人的智慧，都把它弄好，你就是去跟着他们就可以了，你不要发表那么多意见。那对孩子的培养呢？什么时候让孩子去自己做决定？有些妈妈特别强势，回到家也是对孩子的作息时间呐、兴趣爱好啊、上什么班啊、考试应该多少分的，也有很高的这种控制欲和要求。我曾经也这么纠结过，我曾经在他小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儿子也是有点小叛逆，跟我小时候有点像，而且特别有主见。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什么事情要自己做主，什么事情家门他的门我们都要敲一下才能进去，对就是很多这种事情我们都经历过，所以我其实在他10岁那一年，我有一点警醒过来，就是那时候我在上海 assignment， 就是离开北京，自己带着他和我妈妈在上海，我就发现如果我继续还是按照我原来的这种思维去控制他，没戏。我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跟他交朋友。他10岁的时候，我就帮他当成一个成年朋友很多事情跟他商量，很多事情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把他当成一个大人去跟他交流。他就开始装大人到慢慢装着装着就18了、19了、20，就真成大人了。所以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其实我最感谢的就是我一生有他的存在。还有个我特别感谢，老公呢？老公也很不错，也很不错，也很支持。但是其实像这个工作，我最后决定来，是因为他跟他爸爸说，那时候他爸爸还犹豫说要不要回去，要不要去做这个工作。那个儿子跟爸爸说，你没觉得老妈眼中有
有光嘛，在说这个工作的时候，很有光嘛。如果因为照顾你，就爸爸你不想回去，妈妈这个眼中的光，你能忽略吗？因为他内心直击灵魂，对，他还有更肉麻的呢。我前2天这个月过生日，他给我发了一个，有一天早上醒过来，我还专门把他，我特别要跟你炫耀一下。好啊，那天我收到这个，我那天收到很多的微信的祝福，然后他居然给我写了这么一个微信。那天我在火车上，我一下就是觉得我这一生太值了老妈生日快乐。镜头里的你哪有一点像这个岁数的样子？一如既往的明媚。很遗憾不能在你们身边奉上祝福。老妈，你才刚刚步入人生的午后，阳光正好，天公湛蓝，花在绽放。你已经将此生活得如此精彩，让太多人见证了美好。我只希望新的一年你能够把快乐作为唯一的目标，始终善待自己，更加随心所欲。你的儿子永远爱你。哇，行了，这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行了，可以了，是，对，就值了。所以我就说，哎呀，就是所以你看，其实对，就跟孩子交流，而且呢。没有孩子是完美的，没有妈妈是完美的，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做孩子或者第一次做妈妈哈。所以也不要要求自己是完美的，不要。你去尽情的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他看到一个人可以眼睛里有光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并且愿意不断的付出努力，是还有什么比这是更重要的教育呢？是的，对吧？太重要了。其实就是不要害怕，不要纠结，不要有这种哎呀我没做这件事情，没做那件事，你没做的事儿多了。你把你自己的事儿做好，把自己的人生活好，对他就是最直接的影响。我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是这个样子，而且越是这样一种有点小距离，反倒产生特别的美。互相惦念的特别好，特别好。对我相信呢，很多的职场的女性在听到你今天的分享以后，都会被触动到他们会想到自己也许可以有一些小小的调整，或者更坚定了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的决心我们能够做得好哈。所以在今天采访的最后呢，我也送给你我们的一份请柬，这就是2024女性领航者大会暨天下女人国际论坛10周年庆典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出海吧姐姐。太好了，谢谢谢谢杨澜非常就是我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成为大女生，大胆做自己，大步走四方，不在于一个生理的年龄，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活出自己的光彩哈。非常同意，非常荣幸，谢谢杨澜，非常感谢。欢迎回到杨澜对话。今天我还请到了另外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女性，她就是创世振邦北京文旅集团的董事长史艳丽你好史董，非常欢迎来到杨澜对话哈。那这一次2024女性领航者大会和天下女人国际论坛10周年的庆典呢，我们选择把它放在了爱达魔都号上哈。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爱达魔都号是一艘什么样的游轮？爱达魔都号于2019年10月正式开始建造，历时了4年的时间，是迄今为止中国首艘国产豪华世界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总共13.55万吨，甲板层达15层，有2125个房间，总载客量可以达到5200人，可以说是十分惊人在国际上来讲的话，除了意大利、德国、法国3大巨头以外，中国是第5个能够建造如此大型豪华游轮的国家。爱达魔都号作为国产首艘豪华大游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研发和制造的最顶级的豪华游轮。对，所以非常值得大家上去看一看。是的，同时呢，很重要的是谁在这个船上所以当我们来举办2024女性领航者大会暨天下女人国际论坛10周年庆典的时候，这船上一共会有多少的乘客？他们都是谁？此次我们带着4000多位姐姐
乘坐爱达摩都号，乘风破浪。其中包含女企业家，教师，巾帼标兵，以及就是各领域领航的、领军的这些优秀的女士们上船啊。迄今为止啊，咱们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在全国来讲乃至世界啊，首例如此大规模的在如此豪华游轮上为女性主题专门搞这么一次赋能活动啊。那在航行路线和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举行的活动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是这样，咱们现在的话呢，以女性为主题，以我们这个领航力为这个大标题，然后我们策划出来的话呢，是这个向内而生向外绽放为主题。我们这次航线从上海出发，途经韩国，抵达日本的福冈。其中的话呢，有2天是航海日，在航海日上，我们举行4场大型的峰会，同时上达100场的娱乐活动。我们主要围绕提升女性领导力来设计。在主题上，我们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我们还针对女性特别设计了海上时装大秀、明星美妆环节。我们的理念是什么的话呢？带着这些优秀的女性们全面的赋能，让他们在船上学的特别到位，然后玩的特别开心。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进行了4场大型的峰会，同时我们要举办24场论坛，论坛的内容完全是围绕着现在当下热门的话题，比如 AI 呀、人工智能呀，是吧？然后的话呢，还有出海的话题呀，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大会，使这些优秀的女士们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然后呢，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成为真正的领航者，提高他们的领导力。您也是呢，在文旅行业工作多年的优秀的职场女性，你怎么看待女性在文旅这个行业当中的她们的领导力？是这样哈，我本人呢从事文旅行业已经至今有26个年头了，可以说的话呢，我算是见证了中国这个文旅行业，中国的旅游业从它初创时期到发展时期到高潮时期的整个过程，整个过程，文旅行业呀，说实话，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它是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这么一个行业而且说实话，杨老师，当年我从事旅游业也受您的影响，当年的重大综艺，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更多的人愿意去看看这个世界，对，世界这么大，总要去看一看，所以说呢，因为工作的特质吧，这些年，我本人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走过了几十个国家。但是的话呢，总体来说的话，作为女性的这个从业者来讲，其实文旅行业，对从业人的素质，它是不断的需要提升和要求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当年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当时还不是互联网时期，那个年代，只要你能够肯付出、肯努力，就容易走向成功。但是近几年呢，对我们这些从业者，其实挑战性还是很大的。需要我们这些女性要不断的去学习，有创新有领导能力。而且的话呢，现在文旅行业也受国家的非常大的重视。然后自打这个国家在旅游加的概念出台之后，文旅行业涌现出一批非常优质的女性。那很多这些不管是说电商也好，还是线下传统旅行社也好，很多高管的位置都是女性在胜任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文旅行业当中还是挺能够体现女性领导力的哈，有很多女性是活跃在管理和这个高管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的。对。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女性领导力？你觉得它应该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涵？女性的领导力一直是一个热门性的话题，我们也经常开一些研讨会来了解这个话题谈论这个话题。我认为女性领导力有它的特质所在。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最大的美德就是坚韧。我认为我自身就是一个例子。对一个赛道的话，坚持了26、27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第一的话呢，我觉得女性领导力，首先她自身是要坚韧的，第二个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以柔克刚。我认为女性其实她这个柔美更适合中国这种管理体系，因为我们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是交互关系，有句俗话叫你怎么对待你的员工，你的员工怎么对待他的客户，是吧？这么个情况。对，所以女性领导力，我觉得现在坚韧性执着性，然后的话呢，现在学习力是必须要加强了。我本人也是不停的在学习，这10几20年，我觉得在工作之余的话呢，大江南北的去学习还怎样的，符合咱们现在发展的时代。另外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创新力，其实往往来讲，我认为女性的创新力甚至比男性还超前。因为女性的思维的话，相对来说，它是有它的敏感度。这个也能帮到她的这个用在这个管理来中女性在我们社会的消费决策当中是占有主导的地位，比如说家庭的大部分消费特别是像文旅的这个方面大家出去旅行一家人怎么到哪儿去玩一玩通常是家庭当中女性来做决策的哈。你怎么看待女性在这种消费决策当中的地位？你觉得她们已经得到了足够好的服务吗？这个话题非常巧合。在2年前，我本人就写了一篇有关女性消费力的一篇文章针对旅游业。女性在旅游产业里面，她起了很大的主导地位。有关女性在旅游行业里面，她的消费习惯，她有几大消费习惯。比如说女性在出游之前，她所准备的搜索的关键词有几个关键词。比如说性价比比如说舒适度。这都是女性消费者搜索中的关键词所在对。然后呢，作为女性消费者，她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在旅游方面首先的话呢，是在这个美食上。女性对美食是独有情爱这个我们有时候我相信男女都一样你像我们开发了吃得好我们开发了很多舌尖上的这个系列，舌尖上的泰国呀舌尖上的云南这些体系同时的话呢，女性消费者非常细腻的她在住宿方面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说她们现在喜欢这些客栈类的有特色的然后她们对舒适度安全度交通方便甚至他的寝具是否舒适都是极度的关注而且还要配有管家对。另外一个女性消费者，她在旅游的日期选择来讲也很有规律比如说女性喜欢早春早春旅游初秋旅游还有夏季旅游基本是这3个时段是比较集中的对。所以说女性消费力在旅游行业里面，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而且现在的话呢，旅游已经作为了一种社交属性一个平台。你看闺蜜旅游好朋友的之间的家庭旅游对。而且的话呢，女性还非常有创造力她们经常定制她们所定制的产品的类型可以说是你想象不到的对，是你想象不到的。而且的话呢作为女性消费力来讲的话，她们也是很有创造性她们在这些年的问卷调查中那么女性消费力的话，她对旅游的要求也对我们现在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和作用所以得女性者得天下呀，对不对？特别是在文旅行业当中，如果能够更好的了解女性的需求，满足她们的需求，其实也是文旅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是的。那所以我想说，这一次的在爱达魔都号上2024女性领航者大会暨天下女人国际论坛10周年的庆典，是一次女性的大 party 是的。不仅大家可以在这里边有学习有交流也可以去体味国潮国风有非常好的生活方式。是的。也享受大家的这种社交的陪伴吧。没错。感谢史艳丽董事长给我们的精彩的介绍那在这里呢，我也欢迎大家登上爱达魔都号，10月28日我们一起起航来参加2024女性领航者大会暨天下女人国际论坛10周年的庆典。出海吧，姐姐。